的第5号，它所发生的事情是一直延续到耶稣来哦，不是第6号以后，然后第5号的事情就不见了，是第5号开始发生了刚刚所讲的这些事情，然后一直被延续下来，直到耶稣来收拾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障碍。那第6号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来看启示录9章13到19节。第6位天使吹号，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4角出来，吩咐那吹号的第6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4个使者释放了。那4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1/3，马军有2万万，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，与紫玛瑙与硫磺，马的头好像狮子头，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，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，这3样灾杀了人的1/3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，因为这尾巴像蛇，并且有头用以害人。好，我们再来读启示录9章20到21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，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魔鬼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。好，这是第6号发生了什么事？第6号发生了一个2亿人的世界大战，因为这边说到马兵有2万万，用我不太好的数学叫做2亿人。好，那这边有说到说这2亿人的这一个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，他这边说这3样灾杀了人的1/3，这不得了人类的1/3，这还得了？这是相当大的数字。那我们就来看咯，这3样灾指的是哪3样灾？我们来看，在吹第4号的时候，就是在启示录8章13节，约翰说，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，并听见他大声说，3位天使，就是吹第5、第6、第7号的天使，你们住在地上的民，祸灾祸灾祸灾。他讲了3次祸灾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3次祸灾就是这3样灾害，这3个祸杀了人的1/3。那我们来看是哪3个灾呢？在吹第5号的时候，因为他说在接下来的3个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在吹第5号的时候，启示录9章3节就是蝗虫蛰人，这是第1灾。第3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人身上，有能力赐给他，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。第5节，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，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，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。第10节，有尾巴像蝎子，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5个月。9章12节，第1样灾祸过去了，还有2样灾祸要来，所以蝗虫蛰人的这个第1灾是在吹第5号的时候。然后呢，再来第2灾是什么呢？启示录11章6节，就是2个见证人，他们能够叫天闭塞不下雨，而且能够随时随地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然后当他们被升天的时候，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了1/10，然后有7000个人被压死了。11章14节，第2样灾祸过去，第3样灾祸快到了。所以第2样灾祸是什么？是2个见证人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
然后呢，这里攻击，那里攻击，这里丢个火，那里再随便写，让你们都不能够喝。好，这些灾祸夯不啷加起来，这叫做第二灾。那第三灾是什么呢？是神吩咐释放捆绑在伯拉大河的4个使者。那这4个使者为什么会被捆绑？那这个就是被神命令捆绑，不容许他们发挥他们的功效，为非作歹，然后危害世界。但是当神预备的时间点到的时候，说把他们放了。那所以因为这是伯拉大河的4个使者被放出来，因为每一个这个撒旦邪灵都有他们自己的管区，就好像我们看以西结，他的灵被提到圣城的时候，神看这个圣殿非常的污秽，被很多这些拜偶像的事情所充满，所以他就吩咐监管这城的使者过来。所以不一样的区域有不一样监管这城的使者，同样也有不一样的撒旦的这些爪牙，他们去控制的。就好像但以理他禁食21天的时候，那个有使者跟他讲说啊，你第1天禁食的时候我就来了，但是呢，因为那个波斯的使者他就拦阻我，那我就不能够过来。好，所以捆绑在伯拉大河的这个使者，用我的解读就是说，这个战场就会在伯拉大河的这个领域里面，也就是在现在的土耳其、叙利亚、伊拉克这一带。那这个4个邪恶的使者，他会蛊惑世界上2亿人的庞大军队，发生在土耳其、叙利亚、伊拉克这一带发动战争。然后这边约翰说有火有烟有硫磺，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，因为这个尾巴像蛇，然后头又可以害人。那对于2000年前约翰的理解，他只能够说这武器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。那我想那这个就像坦克的那个嘴巴一样，它可以喷火出来。这个屁股呢是引擎，前端是那个杀人的武器，就是现在的那个各式各样的坦克啊、飞弹啊，前面是炸药，后面是那个喷火引擎一样。那用约翰的眼光，他也只能够这样子解释。所以这个大鹰第4号的时候，大鹰宣告祸灾祸灾祸灾，在天上宣告了，在地上就开始发生灾难了。所以好像在第4号的时候，好像地上没有发生什么伟大的事情，只不过鹰是在天上喊一喊祸灾祸灾祸灾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但问题是接下来这世界的人口就因此少了1/3。这边有说到说这4个使者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1/3。那我的理解就是说，因为这个战争它会带来很大的毒气，或者很大的化学可以飘散到4处的毒害人体的气息。所以呢，并不是说这个战争当场就毙命，因为它的战场主战场是在伯拉大河，不是分布在全世界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当这个在战场上的这些炸弹被引爆爆炸以后，它的所有的这些毒气飘向全世界，然后有的人呢他瞬间死亡，有的是受辐射的感染，他可能是1个月以后才死，可能有1年以后才死。总而言之呢，它就是总数里面就是人的1/3。但是另外2/3的人有因为这些灾降在这些邻近的人的身上，然后就悔改吗？1灾、2灾、3灾下来，这些人还是去拜鬼魔，还是去拜那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走、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而且还不悔改那些凶杀、邪术、奸淫、偷窃的事。所以这3个灾害，请问他的对象是谁？蝗虫蛰人，2个见证人随时用灾殃攻击世界，还有2亿人的战争，对象是谁？都是不敬拜真神的人。
所以就我的认知，当天上殉道士人数满足了以后，神就开始了在这个地上放手施展他荣耀大能的时候了，因为神要让外邦人悔改，所以以后的灾难的对象基本上是在外邦的世界。因为要这样子做，神要在这个地上施行他的审判，所以神会先隐藏妇人和他的儿女，所以在此之前，神才让约翰丈量圣殿、祭坛和敬拜的人，因为神丈量过后以后，这些人他们额上有神的印记，又被神隔离保护，所以神不让他们遭受到池鱼之殃。所以到了后面的日子越来越靠近耶稣来的时候，神就会区隔属他的百姓跟这世界的人，会有越来越大的隔离。黑暗中他赐下光芒，他的话语像暖阳，生命之路有你